好，我想除了乌克兰之外呢，大家都还是很关心中美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网友很快提供了一个讯息，那我现在就要临时的请教3位哦。川普呢已经任命了当他上任之后的驻华大使，这一位呢叫做大卫博杜，他是前参议员啊。那其实他在商业界的经历非常久，40年的时间。然后后来他当了参议员，然后他其实已经没有再继续竞选连任，他已经74岁了哈。那川普在他的这个social media 当中呢，就特别强调说，他曾经在军事委员会，也曾经在外交委员会啊，表示他的经历是非常丰富的。更重要，他强调他曾经在新加坡、香港都住过，所以对亚洲事务是非常熟悉的。这一位这个大卫博杜呢，台湾立刻抓到的是说他亲台，他有台哦，他有来过台湾哦，曾经跟蔡英文见过面哦。但我觉得这恐怕不会是重点，重点就是川普所强调的是他在亚洲、新加坡、香港待过。然后他强调的第二个重点，他有40年的商业界的经验。那当然，他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政策有很多批评，所以怎么去看这个任命所凸显出来的川普心目中的中美关系？我觉得这个就表示他亲自抓中美关系哈，而且这个任命就分掉了 Rubio 很大的对中政策的权利。对，因为大使有的时候他不见得是这个外交部长的属下啊，这是看他的政治地位啊，对，所以他也可以直接变成他可以在对中政策上哈，跟这个 Rubio 哈，所谓国务卿哈等量齐观啊，那可以各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川普在这个任命上还蛮用心的，因为职业外交官啊，在美国这个华盛顿啊，谁都知道，这个国务院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你再怎么找也是亲民主党的，职业外交官第一个他意识形态跟拜登哈，跟川普就是不太一样哈，那第二个比较保守，不会大开大合，那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大卫普杜哈，他的资历来讲的话，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又有很多的商务经验，这在川普的眼睛里面是天选之人啊。对。那我认为他这个任命以后，他会直接在对中政策上哈，我觉得会跟川普会等于说直达天听。Rubio 事实上也不过就是个参议员啊，也是参议员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已经把对中国事务的权利哈，已经从 Rubio 的手里面啊拿出一大块了，那就是川普直接指挥。那这种政治任命哈，这种政治任命的这种外交官哈，他有优点也有缺点，第一个，他可能就是说将在外哈，就是说不听你什么国务院指令啊，或者懒得管你国务院的事情啊，这是极常见的。那我是总统的代表，我是为总统负责啊，这个就变成你国务院就是说啊，你可能就是说希望他有比较所谓的professional 的这种表现可能不会这么多，他也不会去跟你天天给你写电报啊，动不动这些事情，那格局比较大一点，那它的弹性空间比较大一点，那又有在中国大陆的这些，我想他住在香港嘛，住了很多年啊，又有这种经济上的我想他的整个看事情会比较全面，也就是说职业外交官会比较看事情，大家比较从这个外交跟国际政治还有安全的角度看问题。可你如果有经济的背景，有实际的这个经济背景的话，你会把经济跟这些贸易的问题一起掺入你来观察整个时局做具体建议的时候，也很重要的参考的依据这会不会就呼应了川普最重视的反而是中美贸易，而不见得是中美的斗争？这就是很反映了川普的这个现在他的想法，就是说 business 就是说这个经济贸易是问题的核心。你们这些老是去想这些空泛的外交、安全、国防这些事情，又不能当饭吃的这些事情这些人他是不欣赏的，对，所以他要这种背景的人去。
好，当然我其实并没有抽考我的来宾了哈，我在事先有传纸条给他们，请他们先准备这一题哦。我非常谢谢介大使，他很快的点出了那个不是职业外交官这件事情，那么所背后反映的川普跟这位驻华大使之间的互动，其实是完全可以绕过国务院的。那绕过国务院，它本身就有很大的意涵。那再加上他的商业跟政治上面的背景，以及亚洲的背景，那老师怎么看待大卫 Perdue？ 他的经历跟川普比较接近了，因为都是先是一个成功的商人，然后再参与政治嘛。他是2015年的时候选上这个参议员，开始从政。这个时候他的年龄已经蛮大的了。对。那当了一任在乔治亚州当参议员，那之后他的企图心更强大了，想选这个州长没选上。这是2021年的事情嘛。那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企业家从政，然后川普的朋友，川普信任。那他对亚洲的事物很熟悉，因为他在亚洲主要做的就是代工，找亚洲的企业帮他做代工，所以他到新加坡，他到香港，那你知道香港，那就是到台湾，到大陆去，新加坡就是找东盟的国家做代工，那所以他对于这些整个亚洲地区的代工厂的运作情形，就供应链体系很了解，很熟悉，而且是长期几十年来都在做这个部分，他也赚了不少钱。他也很开心，他也帮美国的企业赚了不少钱，那他也成功的把美国的企业移动离开美国，所以美国的制造业离开美国，他是贡献方之一啊。那现在川普是希望美国的制造业要回去，可是问题就在于一个务实的人来讲，有经验的人来讲，到底能不能做得到？这个对于他来讲，经营企业的跟建筑商就不一样了。川普是盖房子的，房子就落在这个地方，企业是移动的，游牧民族啊，它是逐水草而栖啊。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逐税草而居，哪边的税低，哪边的人力充沛，土地肥美，对 tax， 对不对？它就移动嘛，所以这个企业比较像游牧民族，盖房子的是固定的农业民族啊，就固定在那个地方。农业民族跟游牧民族的理念是不一样的。那他为什么要找一个这样的一个游牧民族的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担任他的这个驻华的大使，而且这么快的宣布？对，这代表什么？第一个，他还是认为他任内重中之重的交涉的国家是中国；第二个，他要交涉的范围还是在经济领域为主啦，主要。所以他主要是要放在这里。那因此，他对于安全，刚刚文吉兄所说的，我觉得那个方向是正确的，就是。在地缘政治里面，你要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在那边像民主党这样搞，川普没兴趣。他比较有兴趣的就是中美两国的经济要怎么走，要怎么玩，然后让美国可以发大财。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坏事情了。没错。好，所以香龙，对不起哦，就比较晚通知你这样子。没有问题。大卫Perdue这个人事案，因为有趣的是，我特别要强调，就是川普在他的 social media 强调的他的经历，国防外交委员会哈，就是在参议院当中这两个委员会都待过，但更重要，他去强调他40年的商业界的经验，以及在亚洲的经验。我对于川普派谁当驻华大使，我觉得都没有用，都不要做太乐观的解读。第一个就是，当这个人顶多只是就像刚刚呢我文集中提到的，因为美国的国务卿注定进不了中国了。卢比欧，Rubio 是在被制裁的对象 ，Rubio 进不了中国。他以后跟王毅中美两国之间的所有的外交的交涉，如果要透过国务卿，几乎没有机会。海外有机会见面就不错了，没有那个可能性。那在这种的情况下面来讲，驻华大使就是个传令兵。当然，我们惯性的都会针对这个人的提名，然后呢附加他的一些经历上面的想象。我举个例子，这个人除了就是说，当 Rubio 没办法到大陆的时候，在大陆在北京要有一个传令兵，当做传令兵的角色，甚至连传令兵你都不要太期待。请问我们还记不记得川普 1.0 的驻华大使是什么？不记得。川普 1.0 的驻华大使呢，叫做 Branstad，Jerry Branstad 是曾经当过爱荷华州州长，
你还记不记得他提 Branstad 的时候呢？整个的美国的舆论呢是怎么去包装 Branstad？ 他说这是川普啊对中美关系所释出来的善意。因为 Branstad 呢跟中国有30多年的交情 ，Branstad 呢跟了习近平30多年前呢就认识了，让 Branstad 呢到北京呢是呢让呢中美关系呢未来的缓和，让中美关系呢能够呢正常运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士，这包括 BBC 在内呢，如何想象呢他是中国的老朋友，派一个习近平30多年前1980年习近平还在河北下岗的时候，到 Iowa 去学农业技术的时候。就认识 Branstad， 可是请问你 Branstad 呢，在北京4年，你看他做过什么？什么事都没有。Branstad 呢，在呢美国总统大选前几个月的时候呢，他就回美国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呢，根本呢美国呢在北京是没有大使的。根本一点影响都没有，他有扮演任何沟通桥梁角色没有？即使派了 Branstad 之后，你看到的川普1.0的中美关系一直在往下走，他有发挥作用吗？他有出来呼吁中美关系要缓和？他讲的话，他扮演的角色比谢峰都还要差。谢峰都还很积极的呢，想要去促成中美之间的缓和。可是我们不要说呢 Branstad。你即使呢看到现在的呢美国呢驻中大使，请问你他能干嘛？但我觉得中美竞争，然后那么关系紧张的局势，10年之内不会改变，只是那个局势紧张的方向是以经贸为主，还是以围堵的安全为主？应该还是有差别吧。现在的中美关系啊，因为他既然提了一个 Rubio。当他提 Rubio 的时候，我认为他就在告诉中国说，我不 care 跟你说中国的关系，你 Rubio 是一个被制裁的对象，我不 care 你。所以今天呢，不管派谁来，他就是个传令兵的角色，其他的呢没有任何作用。川普对中美关系，他一定抓在手里面，不管谁当国务卿 ，Rubio 是一个没有国际经验的国务卿。没有外交实务经验的国务卿，而今天呢，要接下呢这个呢，也只干过1任的参议员而已。请问我都怀疑，他就跟了 Branstad 一样，我高度的怀疑，他就跟 Branstad 一样，就只是呢川普的金主而已。酬庸的性质，对，就是给你一个位置，而且这个位置还不错，显然捐的钱还不少。其他的，如果你期待说他是川普的好朋友，他是一个亲中派，所以呢，中美关系都走要缓和，千万不要这样子想。我告诉你，我认为将来的中美关系不会因为这种的人事安排有任何好转的机会，全在呢中美关系的架构里面。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哦。然后临时去抽考这个最后一题很重要，那么也非常谢谢大家，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风向龙凤配》，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雅虎。